主持人，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关于中共高层的权力结构问题。确实呢，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的高层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那和邓小平、江泽民还有胡锦涛时代完全不一样。这个问题的背后啊，隐藏着一个重要的规律现象，就是说，共产党政权这种历史上这个权力结构或者说决策的机制，它有变化的4个阶段。那我把它叫做钟摆规律，就像个钟的摆一样来回的摆动。那么习近平呢是走上了个人集权的道路，那么其中当然是有偶然原因的，但是如果你懂这个钟摆规律啊，那么习近平这个个人高度集权，并不是完全偶然的。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的统治和赵紫阳时代、温家宝时代完全不可比。因为他们是处在钟摆规律的不同阶段。下面我来讲一下这个中共军队体制变化，从这里先讲起，因为这是个比较重要关键的变化。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啊，他除了照例还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外，他实际上直接抓住了军队的具体指挥和控制权。那么对中共这样的极权主义政权的最高领导人而言，他的权力能否稳固，实际上是取决于对军、警、情治这3个部门的控制力，其中军队控制又是重中之重。那么历史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军队的体制一向是以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掌握军队的核心权力，这种双头的体制。那么这2个人就是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呢，是具体负责和控制整个军队系统。那么总参谋部是负责军令部分，总政治部负责政工和人事。那么中共的军政部分呢，不是在国防部，而是分属它叫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听从总参谋长的管控。那么国防部实际上在中国是虚设。那么这种军令和军政合一的军队体制是苏联模式，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和美国、日本的军令军政分离的这种军队体制完全不同。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很快就发现说，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呢，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自成体系，听命于江泽民，他完全掌控不住，所以他决定先拿军队系统开刀，重建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权。所以他先以腐败罪由抓了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主任，换掉一批军队高级将领。然后呢，他又取消了原来已经自成体系的一个叫做武装警察部队，这是个相对独立的军种，把这支部队分散到了军队系统。因为在胡锦涛任内最后时刻，曾经出现过武装警察部队包围中南海警卫部队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习近平又进一步改变中共的军队体制，把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分拆成16个部，4个部变16个部，然后取消了原来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里面的2级部。这样的话呢，总参谋长、总政部主任这2个职务也被取消掉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设立在16个部里面，上面设了一个叫做军委联合指挥部，他给自己封了一个叫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身份，所以他担任的实际上是军令军政一把抓的最高的军队司令官。所以现在军队系统这16个部都直接对习近平报告。那在中国呢，这个被叫做军队体制改革，也就是说，中共过去的军委主席对军队的管控是虚的。就军委主席他不负责军队日常运转的维持，他只是通过任命总参谋长和总政部主任，依靠这2个人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效忠来掌控军队。那习近平是把军委主席变成实际掌控军队的日常运转的一个职位，他通过军委联合指挥部办公室直接把军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头。那不光是如此，在情治系统方面，他把过去自成系统那个总政治部下面有一个叫做对外联络部。这个部跟台湾有关系的，它的前身叫做敌区工作部，以前主要是处理对台的谍报活动，就是台湾发展谍报人员。那么后来它又扩展成中共军方的第2个全球性谍报部门，习近平把这个部门撤销，还有把总参谋部下面的情报部也撤销了，
把其中的人降级以后，就是把他们的这个部门降级，归到这个军委联合指挥部总指挥下属的一个情报部。那么这样的话，地位就大大下降。同时呢，习近平又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自己任主席，来统管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中共统战部下属的谍报部门。那么原来呢，国家安全部是名义上归总理管，实际上总理根本不敢过问的，这是一个这个情治系统里的独立王国。现在呢，有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国家安全部也多少有点收敛。那么此外，习近平还兼任一系列领导小组的组长，比方讲什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还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等。用这种方式，他把总理的部分权力也抓在手里。那么以前呢，我记得很早以前，德国之声曾经找了一些西方和香港的学者来分析为什么出现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不过呢，我看了一些，好像这个刊登出来的都是皮毛层面的分析，其中就提到主持人讲的北院南院的问题。中南海分成北院和南院，北院是国务院的办公地带，南院是中共中央的办公地带，所以有人就编出来说，中南海的北院南院不合。中南海的北院我去过很多次，南院也去过。其实它南院北院中间根本就没有院，中间没有门，也没有隔开，没有墙隔开的。那只是说呢，办公室是北边的属于国务院，南边属于中共中央，而警卫部队是由中共中央统一指挥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组长北院的这个总理李克强，不管他对习近平有没有心怀不满，他要想分庭抗礼是绝无可能的。实际上呢，文治的总理向来没有办法和掌握军权的总书记或者军委主席平起平坐，所以他总理是一向是要看总书记、军委主席眼色的，所以不存在南院和北院敢于如何发生矛盾。那么有人认为说，好像是这个习近平个人这种集权不好，像以前那样分权比较好。那么中共的叫法就高层的权力分配，这个分在他们政治局常委一批高官手里头，中共叫做集体领导，好像集体领导就比个人集权好，那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理解。在共产党集权主义国家，最高层的权力结构一直是在这个集体领导和个人集权这个当中摆动，像钟摆一样。但是这个摆动不是随意的，它有明显的规律，就是你只要从政治经济的全方位角度去分析而不是只关注个人的权力斗争，你就会发现这个钟摆规律。那么在苏联和中国，这个钟摆规律都是4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钟摆的两端，一端是集体领导，一端是个人集权。那么共产党的高层权力结构呢，就在这个两端之间有规律摆动。先是集体领导，然后个人集权，再集体领导，最后个人集权。那么第一个阶段，共产党建政的初期都是集体领导，所以苏联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期都是这样。那么第二阶段，共产党党内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他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就会清洗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或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结果。那么最高领导人个人有没有威权，实际上是取决于他对军队和情报部门的绝对控制，还需要推动个人崇拜，在舆论上为个人威权造势。那么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这样巩固个人威权，用个人威权就干脆取代集体领导。那么第3个阶段，个人威权的领导人去世以后，他又会重新回到集体领导。所以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中国从华国锋、邓小平到胡锦涛，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又回到集体领导。那么第4个阶段，共产党国家必定会重建最高领导人个人威权。那么当然，这个刚才讲这个权力结构的这个钟摆摆动的时候，一定就会发生权力斗争。但是它实际上钟摆的摆动和共产党统治需要有很大关系。我今天是没有时间回顾这个苏联和中国的钟摆规律过程和原因我只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说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的转变的原因是说，
当时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就需要最大限度集中资源，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呢压到最低限度，同时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这种统治模式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压力最大、经济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这是个人独裁统治模式。那么从个人独裁到集体领导的转变呢，它也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说，个人威权最高领导人死掉以后，权力会出现真空的，因为接班的人啊，不见得能够有效地指挥过去听命于前领导人的这架整个的机器。那么同时呢，这个新的领导人要想制造自己的个人崇拜，会遇到昔日同僚还有一些元老的不满的。那么更危险的是说，死去的最高领导人原来信任的一些僚属当中，手中不但有各种权力，而且掌握的可以令新领袖和政治局的新成员啊感到危险的一些秘密和把柄。那搞得不好，高层就会发生政变。所以为了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就是让最高层的集体领导群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一些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再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呢是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效忠。那么这种局面在一段时期内好像是可以长期稳定下去，但是这对共产党来讲是一种高成本的统治模式。那么为什么又从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转变呢？原因是说，花钱买政治安定这种统治策略能不能长久，它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条件。那么花钱买稳定啊，是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这是集权的，这个集体领导体制的致命弱点。那么高成本那种统治模式，一旦耗尽了当局的经济资源，就可能倒逼共产党改革，或者是倒逼共产党集权。那么集权的这个集体领导呢，它这种领导模式其实同样也有冲突的。一个是抵制改革，比方讲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这样子，就集体领导之下改革根本推不动。第二个是集体领导会阻止反腐败，因为人人都腐败，就像温家宝天天喊要反腐败，他们家就是腐败的大户。那么根源阻止反腐败的根源就在于说，掌权的利益集团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化。所以高巴乔夫最后是因为推动政治改革受阻以后，他干脆改变这个领导的这个权力决策机制，就改变这个权力结构，实行总统制，就一个人说了算，这就集权了。那么习近平也是因为高层权力斗争爆发，然后为了应付权力斗争开始集权，然后因为反腐败受阻呢，进一步再集权，最后走上了个人集权道路。当然了，这个社会上不同的人，有人喜欢这种高层的权力结构，有人喜欢集体领导，有人喜欢个人集权。不同社会地位、不同阶层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呢，高层权力结构的改变，不是高层以外的人能够左右得了。